安晨宇，一个生活无忧、高原极限狂人，也是这次珠穆朗玛峰登山的队长。那块他带了20年的护身玉，在他们整装待发的那一天，断成了2半，那是爷爷给的。安晨宇盯着碎玉愣了很久，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喊：回家，去找爷爷。可队伍等着他，7个人，准备了整整2年。他是队长，不能临阵退缩。于是他压下那股莫名的不安，强撑着出发了。只是这一路上，他的眉头从没松开过。夜里，帐篷中灯火微暗，张照丢来一壶烈酒，喝一口，烧刀子。喝了，全身发热，啥烦恼都没了。陈宇接过酒壶，仰头灌了一口。其他人打牌、听歌、敲键盘。帐篷里气氛平静，但窗外雪山沉默得惊人。凌晨3点，大地突然震动了一下，不是地震，却像是某种巨力撼动山脉。众人惊觉不妙，纷纷起身，穿戴装备冲出帐篷。可刚冲出来，眼前一幕让他们面如死灰。雪崩了，雪从天顶倾泻而下，如巨兽奔腾，仿佛要吞噬整片山地。逃！没人能喊出口，但每个人都想逃。只是雪崩太快太猛，5秒钟，7人全被埋入雪下，天地瞬间归于死寂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他们的存在已经彻底埋没在这片雪原。没人知道为何山体突然震动，更没人发现，在雪崩发生前，山中浮现一团青黄能量，它轻盈游动，仿佛有意识般四处徘徊。5小时后，它飘到了那7人被埋的地方，停留片刻，那团能量缓缓融入雪地，像是进入了某个身体之中，一切再次归于沉静。7天过去，太阳升了又落，被雪崩掩埋的人已成雪雕。就在第7天的夜晚，厚厚的雪层忽然裂开，一只冰冷的手从中探了出来，紧接着一个人影爬了出来，不是僵尸，不是怪物，是真人。那人满身冰霜，缓缓站起，抬头一看，是安晨宇。他拍掉头发上的积雪，环顾四周，神情清醒，没有氧气罩，也无护目镜，脸部裸露，神色自若，眼神灵动，全然没有冻僵迹象。他眯眼观察四周环境，雪茫茫一片，空无一物。又望了望夜空，没发现异常，便缓缓闭上了眼睛。体内忽然响起一道机械音，能量系统启动，剩余 0.015%。当前宿主为初级智慧生物，能量等级为无。他睁开眼，吐出怪异音节，不像语言，更像音波波动。他低声自语，语调带笑：能量快见底了，但环境安全，还挺有趣。原始智慧体，有意思。他又笑了2声，闭上眼，脑中再度响起提示音：宿主记忆检测中，脑死亡时间短，受损 8%， 是否修复？修复完成。可用记忆为 9%， 是否吸收？吸收中。不久他再次睁眼，神情像换了一个人。他笑着说：哦，天亮了，回家喽。说完便开始脱衣服，厚厚防寒服一件件脱下，全扔在雪地里，毫不犹豫。他拿出钱包看了看，身份证、现金、几张信用卡。现金粗粗一沓，起码3000。他把钱包塞进口袋，接着穿着单衣加外套，悠哉地朝山下走去。若被人看到，肯定吓一跳。零下几10度，只穿外套，脸、脖子、脑袋全裸露，常人早就冻僵了。正常人得戴厚帽、护目镜，还要厚手套防雪芒。可他脸色红润，毫无异样，眼神清亮，走路轻松，边走边看风景，看夜空，就像在郊游一样放松。雪山之夜寂静无声，登山客都躲帐篷不敢动，他却在雪地里一路走，从黑夜一直走到了天明。天气渐暖，雪渐渐稀少，他终于下了山。其他人都背包带装备，只有他2手空空一身轻。走到山脚停车区，看到4辆越野车整齐停着，他站在车前想了下，钥匙好像在背包里，可背包早埋在雪下，现在身上啥都没带。他耸耸肩捡起石头，砸碎车窗，伸手开锁，钻进车里，熟练接电线。几秒后，车子轰然启动，其他3辆车他不管，随手挑一辆就上路。他瞥了地图一眼，认准方向，直奔拉萨机场。沿路藏民与游客不少，他才意识到这是西藏。车驶入一间纪念品商店，满屋都是藏族工艺品，佛珠、羚羊角、手工毛毯，还有各种佛教法器饰物。他绕了一圈，随手挑了几样，结账一看，花了1000多。他嘀咕一句，也太贵了，这地方明显是卖游客的。
他平时只买极限装备，哪里懂旅游纪念品行情？提着包出了店门，上车直奔机场。车停入机场停车场，他刚下车，提着包走几步，就被人喊住了。先生，停车要收费，头1小时免费，之后每半小时1块。收费员说着撕下票据，准备递过来让他缴费。安晨宇回头看了眼车，又看了看那人，淡淡说：“我没钱。”收费员一愣，满脸疑惑。他看安晨宇不像乞丐，衣着得体，手里提着包，哪像没钱？分明不想交费。没钱？那赶紧把车开走。安晨宇忽然问：“你会开车？”“会啊。”收费员随口答。“那这车你拿去开吧。”他说完笑了笑，绕过对方就走了。对方当场愣住。安晨宇进了机场，买了回上海的机票，又从 ATM 里取了3000块，就坐到候机室等机。他闭着眼，检索脑中的记忆。忽然一丝香气飘来，他睁开眼，看见旁边一个20岁出头的少女。少女青春可爱，活泼灵动，一身白衣、白 T 恤、白牛仔裤，白色旅游鞋加白色背包，整个人就像亮眼的风景线。她脸色红润，五官精致，大眼睛水灵灵的，看起来就像个无知的小女生。安晨宇扫了一眼，便又闭上眼，没有搭话。这时那女孩开口了：“帅哥，等飞机啊。”语气轻快，带点俏皮。安晨宇没睁眼，只轻轻嗯了声。他接着说：“我也是耶，真巧。”他本想吐槽废话，但忙于查阅记忆，于是随口回了一个字：“巧。”话刚出口，他忽然睁眼，目光扫向15米外，两个男人正盯着他。他心中一动，转头看女孩，顿时明白了，那两人是保镖。看来这丫头背景不小，但他也没多管，继续闭眼。小女孩又甜甜地说：“我叫苏悠然，来拉萨玩，你呢？”安晨宇。他依旧闭着眼。苏悠然心里有点不高兴，我这么漂亮，他居然不睁眼。他赌气地想着，那我就让你吃点亏。等飞机太无聊，我们来玩个游戏吧。我口渴了，谁输谁去买饮料。好，安晨宇答得干脆，仍然闭着眼睛。苏悠然笑得灿烂，你猜猜我手里拿了什么？猜中我去买，猜不中你买。说着，他手伸进包里，握了个物品让他猜，这明摆着是耍赖。他包里装什么，他怎会知道？这几乎是必赢的把戏。谁知安晨宇仍未睁眼，平静说道：“唇膏。”橙汁，谢谢。这次他说了整句，语气淡定。苏悠然愣住了，低声啊了一下，手摊开，果然是唇膏。他气愤地盯了他一眼，他根本没睁眼啊，怎么猜到的？见了鬼了！他在心中怒吼，但想到是自己先提出打赌，愿赌服输，只能站起身，跺了跺脚，走向机场超市。不久后，他拿着2瓶绿茶回来，递给他说：“橙汁没了，只能喝这个。”心里却暗爽，哼，你要橙汁，我偏给你绿茶。安晨宇接过饮料，睁开眼，一口气喝光后说道：“不错不错，味道还可以。”这句评价让苏悠然气得胸口起伏，他冷哼一声，没有说话，默默坐回了原位。这次安晨宇没再闭眼，而是开始观察候机的人群，左看看右看看，眼神怪异。苏悠然见他东张西望，以为他在看美女，嘟囔道：“看到美女了没？”心里却想着旁边有我不看，还去看丑八怪，傻子。安晨宇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淡淡一笑，没说话。苏悠然气鼓鼓地低头喝饮料。其实她才不是真的天真可爱，而是叛逆又聪明的小女生。她擅长装纯，爱捉弄人。今天本想调戏她，谁知被反将一军，反而自己生了一肚子气。她正想着如何反击时，广播响了，提示登机。她暗叹，可惜还没报仇。还没起身，安晨宇却站起来了，提起包，低头一笑：“小妹妹，我要走了，谢谢你的饮料，有缘再见。”苏悠然惊讶地问：“你也是回上海？”“是啊。”他微笑点头。“太巧了，我也是耶。”他笑得灿烂，心里乐开了花，哈哈，老天都帮我，这次非得收拾你不可。安晨宇愣了一下，笑着点头。他当然明白那笑容不简单，里面肯定藏着小算盘。两人并肩走向登机口，看起来就像一对熟人。上了飞机后，巧合再次出现，苏悠然就坐他前排，那2个保镖则在后面几排，明显是隐秘护卫。苏悠然回头问他：“你在上海工作还是上学？”“我住那里。”他淡然回答。“我也住上海，在上海大学读书。你是上海人吗？”“我山东人，因故搬到上海。”“那我们以后可以常聊天，有空来找我玩哦，嘻嘻。”苏悠然开心得很，心里打着调戏他的如意算盘。安晨宇微笑回应：“好啊，有空一定去找你。”第4章变故。因为飞机是夜晚航班，两人聊了些话，天色渐黑，飞机缓缓起飞，乘客们逐渐安静下来，很少有人在聊天了。苏悠然白天玩得很疯，夜晚有些疲惫，闭眼休息。安晨宇也闭着眼，
不知是在休息还是计算。第二天，飞机抵达上海浦东，临下机时，苏悠然记下联系方式，给了他手机、邮箱和 QQ 号，说以后出来玩可以联系。两人下机，保镖暗户变明户，陪着苏悠然走出机场。门口停着一辆加长奔驰，保镖护着他上车，奔驰离去。安晨宇看着奔驰远去，嘴角微扬，觉得女孩有趣。随后，他坐出租车说去辉煌电子商城，一路上观察窗外城市和人群，他对世界有了基本了解。车到商城，安晨宇下车，刚走就听司机喊车费，他掏出几张摆原地上，说不用找了，转身走进辉煌电子商城。司机心里乐开了花。他上了8楼，出电梯碰到一群人，领头的是位老人，见到他惊讶：陈宇，你怎么来了？老人马上笑着招呼：来了好，来了好，来，到公司多转转，不懂多问。小王，陪陈宇逛逛。小王是一中年人，回道：是，董事长。心中暗想，这纨绔孙子竟然来了，估计是打算接管公司。虽疑惑，但决定巴结。其他人也在打主意换届。其实安晨宇只是随便逛逛，老人却乐坏了，以为是安晨宇想接管公司了，来学习了。老人心里感觉很安慰。本来老人早就应该退休了。几年前，安晨宇父母出国旅游，遭遇意外失踪，虽无尸体，大家心知肚明他们已去世。此事打击巨大。从那时起，安晨宇的极限运动就有点往不正常的偏执方向发展了。而安晨宇还有一个妹妹叫安童，比安晨宇小6岁，现在刚刚上大学。老人为了安晨宇和安童，只好继续当这个董事长。公司资产5、6千万，每年收入几百万，算稳定。安晨宇常年外出旅行，花费巨大，电子行业飞速发展，老人思想跟不上时代，公司情况日渐糟糕，老人越发盼他接管，虽担心他出事，却劝不动。安晨宇从不问公司事，老人心中始终忧虑。今儿他突然来访，老人激动，期望他熟悉业务接管公司，自己好退休。俗话说乐极生悲，就因为老人太激动，而且连续工作，刚刚开了一会儿会议，老人的心脏就因为激动时间过长而承受不住了，终于晕倒在了会议桌上。众人忙打电话叫救护车，安晨宇还在公司逛着，听王主任介绍各种情况。1小时后，电话传来老人病危，他赶往医院，老人心脏病发作去世了。安童趴床边哭泣，安晨宇倒是无所谓的态度，生生死死，低等生物的规律罢了，谁都改变不了的事实。安童哭了一会，看到坐在旁边的哥哥居然跟没事人一样坐在那里，也不哭也不说话，还以为哥哥被爷爷的死打击傻了，还在劝慰着哥哥：哥哥你没事吧？爷爷去了，剩我们俩，你可千万别有事啊。安晨宇诧异：我能有什么事？不过也没说什么。安童跟着哥哥回了家，一路上安童感觉哥哥好像一点都没有伤心的样子，爷爷疼他，他却如此冷淡，真是怪异极了。办完老人后事，公司自然归安晨宇兄妹俩，员工们以为安晨宇将接管，很多人想趁机捞好处。王主任对安晨宇特别恭敬，盼他接管后地位稳固，但结果出乎意料，安晨宇以5千万低价卖了公司，款项全存入安童账户。安童惊讶，爷爷一辈子打拼，公司为何一卖了之？他以为哥哥不懂经营，无奈之下才卖了。他还在读大学，只有哥哥一个亲人，自然支持哥哥决定。他原以为哥哥会留钱，以备他大学开销，谁知哥哥把钱全存他账户，自己一分没留，让他难以理解。他只好归结为爷爷的死改变了哥哥性格。第5章经济来源。安童这些日子真切感受到哥哥变了。以前哥哥大部分时间都在外跑，登山、旅游、玩极限运动，非常偏执。现在安晨宇很久没出门了，每天不是闲逛就是吃东西，对自己的态度也亲近了许多。安童住在一栋小别墅里，原本和爷爷同住，哥哥常年外出，爷爷去世后，以为只剩他一人，没想到哥哥不出门，这样别墅里就不是那么孤单了，起码哥哥还陪着自己。以前别墅清洁做饭均雇人做，这些都是爷爷负责，请人的钱也由爷爷结算。现在只有他和哥哥了，这个钱自然要从卖公司里的钱出了。两人暂时没有经济来源。奇怪的是，佣人们从不找他要工资，钱都在他这里，哥哥没钱，自然是他来付钱。哥哥每年花家里200多万，以前的钱都向爷爷要，只要没钱就跟爷爷要。哥哥从没工作过，也没说赚过钱，但现在工资都是哥哥在付。哥哥经常买礼物给他，今天买个金娃娃，明天买衣服，后天买块手表，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存折里的钱却没少过，依然是5千万。一次逛商场，安童看到哥哥买的手表，跟自己戴的一模一样，价格一看吓人，168万。天啊，没经济来源竟买这么贵的表。安童以为哥哥偷偷取钱哄他高兴，回家一看存折，钱没少1分，
嘴上没问，心里疑问更大了。哥哥为何不去登山了？钱从哪里来？就算工作也不可能这么赚钱。哥哥不工作，天天游荡吃东西，还不停给他买礼物，一切都让安童迷惑不解。他越来越看不透哥哥，觉得哥哥变了个样。最后安童对自己说，不管哥哥变没变，只要疼自己就行。安晨宇这些日子到处闲逛，除了吃东西就是买东西，看着好玩就买，买了送妹妹。钱怎么来的？更简单了，安晨宇找到一个地下赌场。黄赌毒自古兴盛不衰，几千年来一直存在，从未消失。中国赌博是犯法的，地下赌场由黑帮经营，大家都知道，只是名义地下。安晨宇去赌场从不收敛，每次赢够100万就走，没钱了再来拿钱，玩什么都有赢无输，赢了钱就在外面乱买东西，买光了再来赌场。赌场从未发现他作弊。不到1个月，安晨宇来赌场6次，赌场输了600万给他。赌场人员早已注意他，因为他每次都赢钱，金额又大，想不注意都难。赌场成了他的私人银行。今天安晨宇花光钱，晃晃悠悠来，一进门感觉不一样，但没在意，径直走向兑换筹码处。进门前，保安已报告情况，赌场人员开始动作。安晨宇来到投资赌桌，8台摄像机对准他，旁边6人现场监视。荷官换成了赌场里面藏匿的摇头子高手。安晨宇不在意，掏出雪茄点燃，只换1000块筹码，赌注小，没人敢笑话他。几秒后头中落下，开始下注。他直接扔500块红筹码到小这边，开出小，500变1000。第二把又投小，继续中，连续10次500变50万。赌桌聚集赌徒，惊叹赢太快，概率太低，大家觉得有猫腻。摇头中荷官脸色煞白，他是出千高手，曾是魔术师，魔术做反了，做出千高手，换牌变投资点数，手到擒来。可是今天无论自己怎么震动头中，最后的点数依然是小，筹码越积越高，他心跳加速。明明没看到作弊，唯一解释是见鬼了。赌场负责人秦刚也知道结果，没说话，知道安晨宇会赢够100万走。赌场已输600万，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，那他的赌场也赚不了什么钱了。这场子是苏爷的一个比较大的场子，秦刚只是负责看场子而已，收入越高，红利越多。他不想让局面持续，出现异常只会黑吃黑。他叫了2个保镖，模样大汉，吩咐跟踪安晨宇，别让他发现了，看看他住在哪，到地方后马上汇报。2个大汉答应离开，毕竟做这种黑吃黑的事是要秘密的，不能泄密，否则没人玩了。赌场本是偏门，黑社会背景，做这事轻车熟路。天色已晚，路灯亮起，安晨宇走出赌场，知道被尾随，没管，继续溜达往前走。走一会儿，上出租车，尾随者也上出租车，一路跟踪报告位置。秦刚收到信息，位置是黄浦江。可是秦刚疑惑了，黄浦江怎么可能住那里？不可能啊，难道被发现了？黄浦江，嘿嘿，正合适。刚想召集人赶车过去，又收到一条信息，打开一看，乱码。怎么回事？这2个小子怎么搞的？发乱码做什么？发了条信息，对方没回，又发了一条，还是没回。秦刚心里有点担心了，隔了几秒钟，终于拨通了电话，可是对方关机了，果然有问题。秦刚骂了一句，马上阴沉着脸，叫人开车往最后报告的信息地点赶去。到了江边找了一圈，没人，手下报告有人被扔到了江里，捞上来一看，正是他的2个手下，一摸静脉，死了，显然是淹死的。秦刚有点眼红了，自己的场子被人赢了几百万，派手下跟踪，居然全挂了，这要是传出去他也不用混了。秦刚也很奇怪，虽然他们是黑社会，但是一般是不搞出人命的。第一要注意影响，毕竟这里是都市；第二也是规矩，如果真的搞出人命，那仇就结大了。如果是道上的兄弟，不会第一次就把对方杀了，最多是打一顿，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，一次就把人挂了，让他有点想不通。带着手下2具尸体开车走了。当天晚上，安晨宇的照片被放在苏老爷子桌上，本来这事不用上报，随便处理即可，但是连对方来路都没摸清，就挂了2个兄弟。秦刚决定上报。苏老爷子看了照片没说话，叫秦刚回去等消息。秦刚刚走，一个少女走进屋内，她穿粉色睡衣，乖巧可爱，手端着一碗热牛奶。爷爷，我给你热了牛奶，快趁热喝。说话的是苏悠然，苏老爷子唯一的孙女。苏老爷子对她疼爱有加，什么事都顺着她。苏悠然笑着放下牛奶，抬头看着爷爷。苏老爷子笑呵呵地问，乖然然，怎么还不睡？苏悠然说，给爷爷热牛奶去了吗？咦，他看见桌上的照片，有点面熟。苏老爷子察觉他诧异，把照片递给他。苏悠然接过照片说，见过一次，这坏家伙，毫无绅士风度，竟让女孩子去买饮料，哼。他还把拳头砸向照片，气得脸红。
他想起1个半月前的事，他没给他打电话，新仇旧恨一起算，明天揪他出来。他心里恨恨地想。苏老爷子看他咬牙切齿，哄着说：“乖冉冉，他怎么欺负你了？跟爷爷说，爷爷帮你报仇。”苏悠然没答，却奇怪问：“爷爷，你怎么有他照片？”下面一个场子被他赢了700万。苏老爷子坦言，苏悠然知道家里是做什么的。700万，他太可恶了，欺负我还欺负爷爷。放心，明天我揪他出来给爷爷报仇。说完还挺凶，真有江湖儿女气概。苏老爷子笑了笑，你还没说他怎么欺负你呢？苏悠然说出拉萨机场买饮料打赌的事。苏老爷子眼中闪过金光，若有所思。苏悠然说，明天我去找那臭小子算账，爷爷等我好消息。说完就关门走了。第二天7点多，苏悠然起床，给安晨宇打电话，喂，衰哥，知道我是谁吗？电话一通，他就损他，故意重读衰字。安晨宇没想就回，不知道。苏悠然脸红，心平气和说，我是机场给你买饮料的大美女，想起来了吧？安晨宇语气平静，哦，是你啊，有事吗？他的无所谓更让他生气。苏悠然咬牙说，我现在很有空，找你一起出去玩，8点半豫园门口见。好的，一会见。他说完挂了电话。苏悠然气得把手机扔床上，一边嘟囔，臭小子，姑奶奶不会放过你的。8点20分，苏悠然就到了豫园门口，可是没看到安晨宇。等了10分钟，8点半，安晨宇才来到。苏悠然握了握拳头，在安晨宇面前晃了晃，你怎么能让美女等你？没风度的臭小子。苏悠然在考虑是不是把拳头砸过去，居然让自己等了10分钟。你说8点半的，我准时到了。安晨宇笑了笑，好像没看到苏悠然的拳头一样。他不想当街发火，算了，不跟你计较了，走吧，先逛逛，再去游乐场玩。苏悠然身后跟6个保镖远远护着。安晨宇陪他玩了一个上午。到了中午，苏悠然选了大酒店包间，点了一桌丰盛大餐，包间里就2人。喂，怎么过了1个半月你都不给我打电话找我玩，是不是把我忘了啊？苏悠然吃了一会，开口问道。这里的菜不错，多吃点。安晨宇没正面回答。我问你呢，别说菜，快开学了，没时间玩了，哼。苏悠然有点泄气，又要开学了，郁闷。我请你吃饭了，还陪你玩了一个上午，不开心吗？安晨宇随口说道。什么叫你请我？明明是我请你吃。哼。苏悠然有点憋闷地叫道。你请我？这顿饭你付账？无所谓啊。安晨宇眼睛都没抬，专心地吃着东西。哪有2人吃饭女生付钱的？岂有此理！苏悠然抓狂。我付钱？我付钱干嘛说成是你请我啊？应该是我请你才对的。安晨宇这回是真的有点不明白了。我问你，这2个月你是不是在金河赌场赢了700万？苏悠然瞪他。是啊，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安晨宇有点奇怪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好像下了飞机后从来没见过他。金河赌场是我家开的，你赢的钱都是我的，所以你的钱就都是我的。现在明白为什么是我请你了吧？哼。苏悠然气愤地说出了原因。啊，还有这么算账的？安晨宇终于明白了。可是那都是我赢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管你赢还是输，反正你赢的钱都是我的。苏悠然明确地告诉了安晨宇结果。这个小丫头好像不太讲理啊。看来那天晚上打晕了扔到江里的2个人也是他们家的打手了。2人沉默了一会，没有说话。你现在上大学，学什么专业？安晨宇又开口问了。航空航天和分子生物学。苏悠然眨眨眼。啊，你怎么学这些？安晨宇惊讶。惊讶吧？哈哈，所有听到我学的专业都是非常惊讶的，我都习惯了。苏悠然一提这事就非常的高兴。我学航空航天是想到天上自由自在的飞翔，就像苍鹰一般，最后甚至可以遨游宇宙。学分子生物学是想永远年轻，了解宇宙秘密。他眼中迷茫，仿佛看见浩瀚星空，憧憬未来。以前他常说这些话，但没人信，觉得太遥远，太梦幻了。苏老爷子也盼他开心，哪怕活在幻想也好。苏悠然自己也知道这个幻想太过遥远，但是人生活一世，谁又能说自己真的是对是错呢？只要自己活得开心快乐就好，无论现实与幻想，自己喜欢就好。安晨宇没想到苏悠然还有这种幻想，好像他的未来完全沉醉在幻想中一样。但是幻想往往是人类最伟大的存在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，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。这个世界，这个宇宙中，只有你想不到的东西，而没有不存在的东西。安晨宇若有所思地看了看苏悠然，心里暗道，也许这个星球的文明可以成为一个传奇也说不定呢。如果把人类的想象力无限制的扩大，到底可以达到什么层次呢？如果这个星球的文明照这样继续这样发展下去，用不了200年，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人类文明的消逝。既然能量不足，只剩下 0.015% 了，我就推动这个文明走向正确的轨迹，或者发展到最后可以帮助我修复到完整能量体。
虽然这种可能性极低，但闲着也是没事做，我就修改一次规则好了。其实你的这些梦想，也许有一天真的可以实现，也说不定呢。安晨宇笑呵呵地看着苏悠然，你很会哄女孩子开心哦。就算有一天可以实现，但那是几百年甚至千年后的事情了。苏悠然眼神暗淡，梦想太遥远，他感到很悲伤。其实也有些事情并不一定，这个世界很大很大，这个宇宙更大，也许会突然发生什么奇迹也说不定呢。只要你没有放弃，梦想总会实现的。既然你这么迫切地想实现梦想，也许我可以帮帮你。安晨宇试探性的安慰并询问，你帮我实现梦想？哈哈哈哈，你不要搞笑了好不好？那么遥远的梦想，怎么可能因为你一个人就让我实现？虽然我很爱幻想，我的梦想也更加遥远，但是我并不是白痴，我有着足够的智慧去分析到底什么是现实，什么是幻想，什么能实现，什么实现不了。你如果把我当成3岁小孩子哄，那我只能说白痴是你而不是我。苏悠然有点像看白痴一样看着安晨宇，心里想到，这个人不会是个比我还爱幻想的白痴吧？不像啊。说这些也许你有点不太相信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你的梦想也会一步一步的实现的。我们来说些实际可以做的吧。安晨宇对苏悠然的怀疑态度并不感冒。等等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苏悠然问完这话，满脸通红，有点羞涩地低下了头。因为你是大美女吗？哈哈哈。安晨宇大笑，苏悠然的脸更红了。安晨宇跟苏悠然说了计划，先补习基础知识，航空航天、物理、生物和前沿科技都要学。苏悠然才大一，是一张什么都不懂的白纸，学完基础才能做更深入的实验。苏悠然没多想，只觉得这些不可能实现。他还怀疑安晨宇是在接近自己，心想这种泡 的方式太土了。两人吃完饭又去逛街，苏悠然买了很多衣服，安晨宇没多想，就当打发时间。一下午花了20多万，到了傍晚才分开。约好以后找时间补习，苏悠然随口答应。苏悠然回家后，保镖汇报当天行程给苏老爷子，中午谈话内容也一五一十地说了。苏老爷子没说什么，只笑了笑，心里把安晨宇定义为骗子，想接近苏悠然，觉得借口太烂，没人会相信，但也没放在心上，觉得是条小鱼，翻不起浪。当天苏老爷子已调查清楚安晨宇情况。安晨宇有个妹妹，爷爷刚去世，父母早死，他是个花钱的纨绔，卖了爷爷公司5000万。酷爱极限运动，尤其登山，没什么特别，若真追苏悠然也任其发展，若有目的就不会客气了。杀2个手下可能是因极限运动的疯狂。想清楚后，苏老爷子把资料扔一边。还有1周就是9月1日开学了，苏悠然这几天玩得更疯狂了，又找安晨宇出去玩了几次，两人关系依旧，安晨宇乐得陪他疯。一天晚上，苏悠然想飙车，安晨宇开车带他在城市飙了2个小时，还被警察追了2个小时，最后双双被抓。通过苏老爷子关系保释，安晨宇对警察根本不在乎，这让苏悠然更喜欢和他在一起了。9月1日终于来了，苏悠然讨厌开学，他让安晨宇陪他去报到。作为大2学生，只是去点名而已。办完事，安晨宇陪他在校园闲逛。悠然，开学了，要为了理想奋斗了，安晨宇说，递给他一张光盘，里面是基础知识资料，拿回去好好学，学懂了我教你更高层次。苏悠然没多说，以为是哄他玩的。晨宇哥，你要不也来这里上学？他兴奋地说，我毕业了，不用再上学。安晨宇不以为然，那你考这里研究生好不好？苏悠然不放弃，我不考也能天天来教你，放心。这时苏悠然喊，罗蒙，这边。一个短发健康的小麦肤色女孩走来，苏悠然介绍，罗蒙，这是我朋友安晨宇。罗蒙打趣道，你是悠然男朋友吧？大帅哥哦，你也是大美女哦。安晨宇反夸了罗蒙一句，把罗蒙逗得又笑了起来。苏悠然问，罗蒙，你什么时候回的学校？罗蒙说，才回来，想去图书馆找资料，图书馆不开门，下午打算找你。安晨宇抬头看了看天，中午了，一起吃饭吧。罗蒙爽快答应，有人请客，我求之不得。苏悠然抓住安晨宇胳膊，低声提醒他，萌萌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别打他歪主意。安晨宇笑了笑，什么也没说。3人出了校门，本来罗蒙以为在校门口找个小饭店吃点就可以了，没想到安晨宇随手招来一辆的士。安晨宇先上车，毫无绅士风度。苏悠然笑着说，不用管他。10分钟后，车停在了博格大酒店的门前。罗蒙家境富裕，常去高级场所，他穿着随意，看安晨宇不像有钱人，没戴金表戒指，随便吃饭却来5星级酒店，觉得奇怪。安晨宇对金钱毫无概念，花钱毫不犹豫。苏悠然家世显赫，苏老爷子是大集团董事，苏悠然花钱如流水，根本不操心钱。安晨宇掏钱，苏悠然从不问。3人进酒店，门童彬彬有礼开门。进包间只有他们3个人。罗蒙奇怪，3个人包间吃饭，好怪。安晨宇随手点了8个肉菜。
苏悠然点了5个自己喜欢的菜，让罗蒙也点菜。罗蒙有点目瞪口呆的拿着菜谱问道：“你们2个已经点了13个菜了，还要我点菜？”苏悠然说：“你喜欢吃什么点什么。”罗蒙点了2个素菜，安晨宇又加了2个海鲜汤。服务员退出，罗蒙看苏悠然，苏悠然边喝茶边玩手机游戏，面无表情。这个家伙是谁？刚才点的15个菜最少也要花2万多了，他却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就像在路边买了瓶水似的自然。上海的富翁里好像没听说过这么1号人物，有钱的安姓也没有过他的身影。难道是故意讨好悠然？看他们的表情也不像啊，好像他们经常如此似的，已经成习惯了似的，真是奇怪。罗蒙刚想问安晨宇是做什么工作的，哪知安晨宇先开口了：“小妹妹，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啊？”罗蒙还没回答，苏悠然已经放下手机抢先答了：“我这个好姐姐可厉害了，她是学地质学的，另外还在自修语言学。”安晨宇疑惑：“地质学有什么厉害的？”苏悠然解释：“研究远古文明和科技，还研究古玛雅、埃及和中国文化。要不是他常年在各个国家东奔西跑，才不会晒这么黑呢，是吧？”罗学姐，嘻嘻。苏悠然笑嘻嘻地看着罗蒙：“你就会胡说，敢说我黑？是不是不想跟姐姐混了？”罗蒙威胁道：“嘿嘿，我哪有胡说？我说的都是实话吗？”苏悠然有点怕怕的样子。安晨宇说：“你们真是物以类聚啊，你不要混淆概念哦。罗姐姐做的都是真的东西呢，我的那些啊都是幻想中的。罗姐姐家的企业本身就是科技公司，罗姐姐还有1年就毕业了，毕业后会成为出色研究员。哈哈，到时候有新的科技产品一定要先给我用。”苏悠然有点兴奋地说道。罗蒙却说：“我的研究产不出实物，没生产力。”苏悠然鼓励：“晨宇哥说能帮我实现梦想，你研究的更容易实现了。”罗蒙嘲笑：“你那梦想是白日做梦，神仙才行。”苏悠然反击：“梦想实现了，你叫我罗姐姐。”罗蒙大笑，带讽刺意味：“好，提前叫你。”安晨宇一直吃东西没说话，苏悠然哼了一声也没回应。悠然，暑假去哪玩了？罗蒙放下碗筷问。暑假没意思，去了布达拉宫玩了几天，那里除了宫殿都是和尚和喇嘛，一点意思没有。天气热，我剩下假期都窝家看电影上网。为什么不秋天放暑假呢？苏悠然叹气：“秋天放暑假，亏你想得出来。秋天就算放假也不能叫暑假啊，你可真是玩疯了啊！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像你一样光想着放假，估计人类早就灭亡了。一天4季给你放假好不好？”罗蒙有点挪于道：“我只是想想嘛，又不是真的。”苏悠然改口：“你暑假去哪了？”苏悠然好奇问。“我整暑假在南美洲，被虫子折磨得快成土著了。”罗蒙哀怨：“你喜欢土著人？”苏悠然瞪大眼睛：“你才喜欢，你才是土著人。”罗蒙瞪回去：“有我这么漂亮的土著人吗？”苏悠然大笑扭腰。安晨宇吃完了东西，坐在那里静静地喝茶，也没打搅2个美女的谈话。我待在热带丛林里2个月，一直在研究古玛雅人的遗迹和古玛雅人的文字。那里没电没水没酒店，就这么过了2个月，我都差点成了土著人。罗蒙有点哀怨地叹道：“啊，你在那种环境的热带丛林中待了2个月，你可真有耐心和忍耐力啊！要是我，2天就跑了，难怪你这次回来黑了好几圈呢。”苏悠然也有点吃惊了，要是没耐心和忍耐力，还搞什么研究？真有意思，你以为搞研究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？又累又枯燥，哎，理想的实现可真不容易呢。是啊，理想的实现太不容易了，科学家一生奉献，不少一无所成，好可怜。苏悠然说：“我定的理想太高，反正担心不到，哈哈。”苏悠然自夸：“别自恋了，跟科学根本没关系。”罗蒙打击他：“你待那么久，有什么发现吗？”苏悠然问：“没多少发现，其实去过那里考察的学者不知道去了几万了，我去也不过是碰碰运气罢了。另外，我也是想亲眼见识一下古玛雅人的文明，不亲眼看到玛雅人的金字塔，就不会觉得有震撼的感觉。”罗蒙有点迷茫地说着：“不过可惜是没落文明，真是太遗憾了。我还以为有大发现，结果没成果，亏了。”苏悠然说：“我亲眼见古玛雅文字和传承文明，更信预言了。如果预言实现，人类文明还有什么意义？”罗蒙沮丧道：“玛雅预言是什么预言？”安晨宇不明白地问道。因为安晨宇一直在玩极限运动，大部分时间都在登山中度过，对别的信息根本一无所知，所以对这些东西记忆里根本没有。